欢迎回到东大透视。之前我们曾做过郑州地铁洪水事件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同一天发生的郑州市京广路的另一场悲剧。就在地铁被水淹没的那一天，京广路上的隧道里也发生了让人心碎的事故，无数人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。故事开始以前，先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转发、订阅本频道。京广快速路是郑州核心南北向干道，它全长25.2公里，连通惠济区、金水区和27区，承担着南北方向的巨大车流量。这条路上有3条隧道：京广北路隧道、京广路与淮河路交叉隧道，还有京广南路隧道。其中，京广北路隧道位于京广路与陇海路交汇处，主线全长1835米，高6米。这里就是本次事故的核心地区。京广快速路的设计完全没有考虑到2010年以后中国车市的崛起，整体承载量不够用，网友都戏称它是京广灰速路。它的隧道动不动就超过1公里，地面落差最大能到9米，洪水一来，安全隐患特别的大。2021年7月20日，郑州遇上了百年难遇的暴雨。当天下午4点到5点，小时降雨量高达201毫米，创下了1951年以来最高纪录。总降雨量253毫米，几乎就是郑州1年的降雨量。这场暴雨让郑州低洼地区迅速积水，京广快速路的隧道成了重灾区。之前的节目我们也提到过，当天上午10点半，长庄水库迫于压力开始向下游泄洪，水就沿着贾鲁河流进市区，让水患雪上加霜。但郑州市政府好像没把这场暴雨当回事，既没有强制要求停工，也没对道路严格管控。毕竟北方城市不像南方，洪水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挺陌生的。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，他们更熟悉的是干旱。他们印象中唯一的洪水威胁只能是黄河，于是暴雨之中的城市照常繁忙。大暴雨天，路上堵车是常态，更别提京广灰速路了。据说当天下午，京广高速路的部分路段一度封路，但下午不知道为何又解封了。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，下午1点40分左右，路上虽然有点积水，但车辆还是能够正常行驶。到了2点20分，积水开始有点严重，有些车因为发动机进水抛锚堵在路口，后面的车也被堵住了。3点20分左右，路面完全被水淹没，洪水甚至漫过防护栏，开始向隧道里灌。但是市民们要么不知道情况，要么心存侥幸，还继续试图开车通过隧道，车辆就在隧道里把隧道堵住了。国务院后来的调查报告提及，下午3点左右，京广北路隧道的出入口积水已经达到了40厘米。按照郑州市的应急预案，这种情况应该立刻全线封路，但不知为何，交警部门迟迟没有行动，直到4点16分才开始决定封路。可这时候，隧道里的车早就已经被困住，动不了了。到了5点，隧道里面的防水系统彻底失灵，排不了水的隧道开始迅速被淹没。这些市民这时候才开始慌，组织逃生，但还是有人舍不得车，选择留了下来。结果洪水在几分钟内就淹没了整条隧道。车都完了。2天后，郑州的暴雨才基本上停了下来，政府开始清理善后。救援队用大功率抽水机抽水，工作人员在现场引导市民，尽量避免大家因为回忆起悲剧而触景伤情。也因此，尸体的运输工作大多是在晚上进行。官方通报称，这次事故导致247辆车被困，6人死亡，其中包括2名骑自行车的高中生。但不少网友并不买账，说亲眼看到过打捞出100多具尸体，政府还用大巴车把尸体运走。京广路隧道的惨剧还算是社会能见度的范围内，但官方媒体不报或者引导性报道的灾情在郑州周边是比比皆是，甚至有些地方为了减轻郑州的洪水压力，直接加开堤坝，让洪水冲毁了家园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灾难魔咒又一次在河南大地上回荡。
本期节目我只想尽一点微薄之力，对这些牺牲者留下一份历史记录，希望他们能够安息。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